冯美华因不同意和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结婚，于是和家人决裂断绝了关系，随后立刻和我领了结婚证。省城里的工作我也可以不要，江科长，你以后可是要养我，你愿不愿意？荣幸之至，余生请多指教。明天你就去开介绍信，我们俩去领结婚证。好。第二天，江阳来到冯志华的办公室。他怎么样？晚上睡了一夜，睡得挺好。早上起来吃了饭，目前来说心情不错。你来这儿是要干什么？我来开结婚介绍信，你知道的，在咱们局我要开这封结婚介绍信，必须通过你有你的签字批复，我才能去领结婚证。当然也是给你一个机会阻止我们。你不怕我阻止你们？怕？怎么不怕？可是怕有什么用？美华一个女人都能为了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我一个男人又怕什么？如果我害怕往后退缩的话，我会对不起她。我不是怕对不起她，我是怕对不起我自己，过不了我自己心里这一关。他为了你以后没有娘家，而且我父亲是不会原谅我妹妹的。我希望你以后对她好一点。如果你敢对不起她，你不用说这个。如果我真的对不起她，那也是我和她之间的事情。如果我是个男人，我会让她永远幸福，这才是我该做的。你所有的威胁在这里都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我真的想做对不起她的事情，难道你能拦得住我？随后，冯志华默默地开了那封介绍信。江阳，他只有你了。不，他不光只有我，还有我们的家。随后两个人开完介绍信，直接领结婚证，根本没有任何意外。冯美华被江阳送到了报社。晚上我来接你。好。冯主编，社长让您去一下办公室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冯美华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心彻底冷了下来。父亲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如此的雷厉风行。他现在被发回了机械厂，从机械厂调来的机械厂冯秘书，现在又要回到机械厂重新去做他的冯秘书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反悔。我们要是离婚的话还来得及，否则你就要真的跟我回那个小县城去给我的女儿当后妈。人家现在都这么伤心了，你居然还这样说。不能再反悔了，既然嫁给了我，我一定会让你这辈子很幸福，你相信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江阳把冯美华送上了回县城的班车。冯美华坐着班车回到了县城，回到熟悉的地方。累了吧？坐了一天的车，走，咱现在赶紧回家。江阳已经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想买一个院子，等我找到了地方之后，你们俩过去看一看。这集体宿舍你可能住不习惯，就是原来分给江阳的那一间宿舍，现在我带着孩子们住在这里，你也别嫌弃，暂时先在这里住2天。老六跟我说了，他们可能马上就回来，而且他已经跟刘伟联系，既然是要买院子，肯定就是给你们安家。我知道你住不惯这些地方，就将就，等他回来把房子收拾好可能就好了。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弟媳妇儿。姐啊，我不在乎的，既然我嫁给江阳，我就没有在乎过想要有什么样的享受，我也是能吃苦的。你可拉倒吧，我们家老六是个疼媳妇儿的，肯定不会让你吃苦。美华，虽然以前我不知道你是个啥样的人，但是你和我们乡下人不一样，你既然愿意嫁给老六，你就是个好的。我们家老六是个好人，以前他太苦了，可是老六是个疼媳妇儿的，你放心，他既然娶了你回家，肯定会好好对你。二姐，我知道江阳是个好人，我既然嫁给了他，也会跟他好好过日子。好，只要你们能好好的过日子，爸妈肯定会高兴的。姐，孩子们呢？我把孩子放到隔壁邻居家了，我去把他们接回来，等我回来我就做饭。一会儿就见到小舅妈，你们要听话，不要惹小舅妈生气，听到了吗？二姑，我不要小舅妈，我不要妈妈。二姑，是不是我要有后妈？爸爸不要我了。小小你要乖，你要听话，爸爸给你找了个妈妈，爸爸不是不要你，你爸爸最疼你，新妈妈你会喜欢的。怎么了？小小怎么哭了？美华阿姨，姑姑说我要有后妈，我不要有后妈。隔壁小胖就有后妈，他的后妈就不给他吃饭，还打他。我不要后妈，后妈坏。小小，你喜不喜欢美华阿姨呀？我喜欢美华阿姨，美华阿姨香香的，软软的，而且美华阿姨很喜欢我。那让美华阿姨做你的妈妈，好不好？如果是美华阿姨做我的妈妈的话，我好吧，那我就同意。可是美华阿姨，你能不能让我吃饭，少饿我2顿啊？要不然我受不了饿，一饿我的肚子就会叽里咕噜的叫。美华阿姨，你也不要打我，打我的时候轻一点，我很怕疼的。第二天，封美华直接到机械厂去报道。冯美华同志，你的工作调动手续我可以给你办理，不过以前的厂长秘书职务你回不去了。你也知道你已经离开这么久，每个岗位都有人员替补的。目前机械厂的状况就是要么你进车间去工作，要么就只能是去卫生队打扫卫生。主任，你也别为难，这样吧，那我直接到一线车间去当工人。小冯，咱们机械厂的状况你不是不知道，咱们机械厂车间里基本上都是男工人，女工人很少。你去了没有什么你的岗位，而且车间里的工人都是大老粗，去了的话难免会对你不礼貌。没关系，
你安排吧。既然我是咱们机械厂的工人，听从组织上的安排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安排什么工作我就接受什么工作。主任，您别担心，我不会搞特殊的。行吧，那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可安排了，给你安排到第一车间轧钢厂车间，你就负责轧钢车间库房保管工作。冯美华办完了工作手续，直接去第一轧钢车间报道。冯秘书，啥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何主任，你可别说什么冯秘书的，我回到咱们机械厂来工作，现在是咱们轧钢车间的一名工人，还有我这是来找您报道的。小冯啊，既然分配到我们轧钢车间，你说你一个女人，你也看到了，咱车间里就是这状况，以后好好工作。你要是工作中间遇到啥困难的话，可以来找我，好歹咱们还是有交情的。何主任，您说笑了。小冯啊，你现在可不是以前的冯秘书，工作当中还是要认真工作。哼，小娘们儿，你也有到老子手里的一天，别拽了，都从天上掉到泥里，老子肯定能睡了你。小冯，来给我登记一下这个。哎呦，小冯，你这皮肤可是好白白嫩嫩的。何主任，麻烦你注意一下你的态度。小冯，连个玩笑都开不起啊，咱们可是以后要一起工作，你说你板这个脸像啥呀？大家在一起工作要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不过就是个玩笑。何主任，工作的时候要讲究分寸，我是女同志，您是男同志，请注意距离，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。哎呀，这有啥不客气的呀？我不就是摸了一把你的手吗？这工作中间每天你都要让人家签字按手印儿，这手碰一碰，这不是正常的，这叫正常的工作接触，你还能说啥？说俺耍流氓啊？哈哈哈！小冯同志，你想多了，以后你会经常跟车间里的男同志接触，难道你说他们都是耍流氓啊？我看你啊，还真想多了。何主任，你注意你的态度。哎呀，小冯，我咋没注意我的态度了？我就是这态度。小冯，你呀还是尽早习惯，你一开始不习惯，以后慢慢儿就习惯了。小冯，你一个女人跑到这里来工作，你自己都不嫌弃，我们有啥嫌弃的呀？论耍流氓也轮不着你来说，还当自己以前是那个大小姐，早点认清楚现实吧。你啊，就是机械厂的一个普通工人，要是觉得受不了，那就早点找人嫁了呗。很快到了下班时间，冯美华朝厂子外面走去，何英雄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。哎呦，小冯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要不我送你一程？来来来，上自行车。你居然敢打我耳光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还以为你以前是那个冯秘书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落草的凤凰不如鸡，你今天敢打老子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。咱们慢慢而来，有本事你别上班啊！冯美华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老子看上你那是你的荣幸，咱们有的是机会，以后慢慢而玩。